这台手机我用了1周，拿到手那天，我跟朋友说 ，OPPO 这次整了个什么东西，背面有螺丝，还会发光，感觉像那个谁。但用下来，我改变想法了，它不是游戏手机，它是把游戏手机的散热塞进了一台你日常愿意带出门的机器里。赛博光翼背板，斜向纹理，抽象花纹，4颗裸露的螺丝，这个设计你一眼就知道他想找什么样的人。喜欢的拿到手会觉得很对味，不喜欢的可能直接就觉得太张扬了。这个没有对错，就看你是哪种人。中框是金属的，这机器的玻璃后盖感觉不怎么沾指纹，摸上去是那种冷冷的质感，挺扎实的。大耳角直屏，四边差不多等宽，正面看着还行。镜头这边有个细节我挺意外的，这台手机有散热风扇，风扇就集成在镜头呆口里面，但呆口只有 0.6 毫米厚，跟卡片差不多。有风扇的手机镜头模组几乎没有突出，对于手游玩家来说，这点特别友好。另外镜头呆口是磁吸可换的， OPPO 配了几种不同风格的，想换心情直接换，这个玩法挺少见的。可是道听途说，背面3颗蓝影呼吸灯，这个真不只是好看而已。听歌的时候它会跟着节奏动，背面朝上放桌上，一首歌配一套灯效，挺有意思的。还有个实用的功能，你可以给3个联系人设置专属颜色，他们来电话，灯的颜色不一样，手机静音放桌上，不用每次抬起来看，一眼就知道是谁打来的，这个设计挺聪明的。打游戏击杀的时候也有灯光反馈，颜色效果都能自定义。总的来说，这台手机背面朝上放着，是真的有存在感。重量的话215克，宽77毫米多，厚度 8.3 毫米。单手用手机的人，这个尺寸需要适应一下，套上壳之后会更明显。但这个重量是有原因的，8000毫安时的电池放里面了，2件事是捆绑的，你没办法，又要大电池，又要轻。屏幕是 6.78 英寸，165赫兹， 1.5K 分辨率，手动最高亮度1254尼特，自动激发峰值官方说能到1800尼特。我下午在公园，阳光直射，屏幕看得清清楚楚，不用手挡着。这块屏幕这个亮度表现还是不错的，中高亮度下是类 DC 调光，低亮度下 PWM 频率是3840赫兹，触控采样率是320赫兹。另外它还支持湿手触控，手上有水也能正常用，同时也支持手套模式，不过需要在辅助功能菜单中启用。刷新率165赫兹，目前支持原生165帧的游戏有这些，还有游戏超级帧率、超级分辨率、超级 HDR 画质，这3个可以叠着开，帧率和画质都可以一起要。天玑 9500S 3纳米全大核架构，跑分的话，AnTuTu 300万分以上， Geekbench 单核2543，多核7865， GPU 跑出来18400分。日常刷视频、切多任务这些感受不到差别，这个价位的芯片都够用。 OPPO 自己做了个潮汐引擎来管调度，打游戏全力输出，平时省电，自动切，不用手动调。这台机器最核心的地方，风扇。这个风扇跟你印象里游戏手机的风扇不太一样，游戏手机那种是贯穿式的，从左边进右边出，直接对着芯片吹。 K15 Pro 加不是这样，进风口在背面镜头区域，从侧边排出，对着散热鳍片吹，思路更像电脑机箱散热。进风口不到1毫米，但风量不小，风速可以智能调，也可以手动拉满。游戏的时候可以设置自动开，户外高亮度下也可以自动开。我用热像仪测了2组数据，在都开启超级帧率、超级分辨率、超级 HDR 画质的情况下，一组开风扇，一组不开。王者荣耀不开风扇半小时，37.2度，帧率 145.9帧，功率 3.76 瓦，开启风扇37度，帧率大概 146.3帧，功率 4.03 瓦，三角洲不开风扇半小时39.2度，帧率 167.8帧，功率 4.61 瓦，开启风扇37.8度，
帧率 168.3 帧出头，功率 5.4 瓦。不过有个代价要说，开风扇会多耗电，电量掉得快一点，散热和续航你只能选一头。还有一点，这个风扇散热是局部的，不是整机覆盖，极限高负载下散热上限比专业游戏手机低一些，这个差距是有的。风扇噪音距离15公分，最大转速下是44分贝。给你一个参考，正常说话大概60分贝，安静的房间大概40分贝。戴耳机打游戏的话，风扇声基本听不见，不戴耳机，安静的房间里会注意到。不是高负载的话，关掉风扇就好了。游戏声音完全可以覆盖风扇声音。还有一个点，开着风扇录视频，打语音电话收音是正常的。OPPO 做了降噪算法，把风扇声过滤掉了，这个不用担心。侧面有个灵犀按键，除了大家都知道的当游戏肩键使用以外，它按压震感力度可调节5个档位，并且按压2次，可以快速开启游戏助手、风扇以及灯光效果。电池是8000毫安时冰川电池加100瓦有线。官方说还有个冰川电池聚能芯片，低电量也能保住性能，不会剩 20% 就开始各种拉胯。我用功率计实测了一下，10分钟充入 22%， 30分钟充入 60%， 66分钟充满。充满时间在这个价位里不算最快，充电曲线你直接看图。旁路供电也有，接着充电器打游戏，电流直接给主板，不走电池，发热低，对电池寿命也好。拍照嘛，说实话别期待太多。5000万主摄 F1.8 光圈，有 OS 防抖，白天随手拍色彩准，细节也够，发朋友圈记录日常完全没问题。到了夜晚，灯光过曝，色差该来的还是得来。希望 OPPO 月更版本修复一下这个问题。没有长焦，5倍以上靠 AI 算法撑，画质损失明显，拍远处的东西就有点吃力。录像方面支持 4K 60帧，这里有一组对比，开启和不开启，防抖。距离扬声器30厘米，50%的音量，测出来72分贝，是发声单元，音量够大。宿舍里看视频没问题。低频偏弱，听音乐层次感一般，戴耳机会好很多。开着风扇录视频收音是正常的，降噪算法把风扇声处理掉了，不用担心。信号这边是 OPPO 山海通信，360度环视天线，弱网加速，复杂环境下信号稳。电梯里能秒恢复，支持 WiFi 7，还有个高性能户外模式。开了之后屏幕更亮，声音更大，网络更稳，定位更准，4件事一键搞定，骑行导航直接用。支持苹果互联 NFC 也是全功能的，300多城市公交刷卡，门禁车钥匙都行。好，用了1周。说到最后了， K15 Pro 加这台机器的定位很清晰，主动散热风扇，这是它最核心的东西。8000毫安时，外勤用户一整天不用找充电口，165赫兹，灵犀按键，蓝影呼吸灯，苹果互联，山海通信，这些功能配得挺齐的。短板也在这，215克不算轻，没有长焦，影像够用，但不是强项。下期把 K15 Pro 加和 Z11T 放一起横屏，2台机器同台对比，差距会一目了然。今天就到这里，觉得有用点个赞，关注我，我们下期见。